后，这4类房子将一文不值。知情人已经开始抛售，还很多人不知。在这些年的发展当中，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以及相关政策的转向，房地产市场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局。未来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走向也是很难界定。有不少人都认为房价未来肯定会不断的下降，回归到一个较为理性的程度。当然，由于房地产市场所关联的产业链太过于广泛，为了能够更好的保证市场发展的稳定性，在未来几年当中，房价想必也不会出现太过于快速的下降。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4类房子则是例外。在5年后，这4类房子就会变得一文不值。如今很多知情人已经开始抛售这类房产了，但有些人还不知道，那么究竟是哪4类房子呢？1. 老旧小区的房产。第一个自然就是那些老旧小区的房产了。房屋建筑必定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的老化，这会给那些居住的居民带来一定的安全隐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此前的发展当中，我们国家实行了所谓的棚改政策，对于不少老旧小区进行了全面的拆迁和重建。这一政策确实解决了不少人的居住问题，但是却间接的使得我国市场房价有所推升，所以我们国家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大拆大建。后续我国则是开始实行所谓的旧改政策，对那些老旧小区进行维修和进一步的改造，例如像是加装电梯等必要公共设施，或者是在房体外部增设保暖层等。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即便进行过相应的维修和改造，其实一些老旧小区还是存在着不少的问题。首先一点自然就是不容忽视的卫生环境的问题了。由于建筑时长的问题，其实这些老旧小区的卫生环境问题还是相当突出的。房体的内外墙隔断下水管道，甚至是烟道当中可能存在一些虫豸，当然这也是难以去避免的。还有一些老旧小区的居民则是不太讲究，为了方便他们，可能会将那些生活垃圾堆积在小区的固定一处，等待物业以及清洁人员的处理。这样的行为也是严重影响到了小区的卫生环境。更何况在这些老旧小区当中居住的还不乏一些在当地做生意或者是摆摊的人群，他们平日里工作较为忙碌，早出晚归，而且工作时间跟普通的上班族有着较大的区别，所以在他们外出归家的过程当中，很有可能会发出一定的噪音，这也严重打扰了部分居民的休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问题，就是房体的老化问题。不少老旧小区的房体老化比较严重，外墙可能会出现开裂或者是破损的状况。虽然这可能并不至于影响到房企的总体安全结构，但也确实属于一种安全隐患。另外，由于水管以及电路的老化，居民可能也会面临漏水漏电的问题。再加上公共设施不完善的相关因素，未来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会放弃租用或者是购买这些老旧小区房产的想法。种种原因的叠加，都使得这些老旧小区的房产不再值钱。在5年之后，这些老旧小区的房产价格可能会进一步的贬值。如果说手中有着老旧小区的房产，那么还是尽早抛售为好。2. 高层住房。第二种类型的房产则是高层住房。其实在前几年的发展当中，高层住房还是相当火爆的，很多人都乐意去购买这样的房产。毕竟高层住房的采光条件以及视野确实更好，而且住在层高较高的房屋当中，也基本不会受到道路之上行人车辆等噪音的影响。当然，最为主要的一点是，这些高层住房也更加符合那些房地产开发商的盈利要求。高层住房的占地面积确实比普通的住宅楼更大，造价和建筑成本也略高一些，但是高层住房确实可以容纳更多的居民，能够让固定的土地面积产生更为庞大的盈利。所以说，在前几年的发展当中，有不少房地产开发商都乐于去建设这样的住房，当然人民群众也乐于去购买这样的住房，
不过这样的高层住房到了5年之后可能会变得一文不值，原因则是在于这些高层住房本身就存在着一定的安全隐患。如果说出现了火灾或者是地震的突发情况，高层的电梯可能不能够继续使用，那么居住在高楼层的人群可能会很难逃离。况且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使是想要对那些高楼层的人群进行救援也是相当困难的。其次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些高层住房也难以摆脱房体结构老化以及公共设施损耗的相关因素。虽然说高层住房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楼房的整体质量较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房体也会出现结构性的问题。至于这些高层住房当中居民使用较为频繁的电梯，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损耗，进而可能会出现损坏无法使用的相关问题。一旦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后续房屋的维修以及电梯等公共设备的更换，可能也需要业主来承担一部分的资金。由于这些因素，现在的购房人群也是越发不愿意去购买高层住房了。市场当中没有了需求，那么这种高层房产的价格自然也会有所下降。到了5年之后，这种房产的贬值幅度可能也会变得相当的惊人。3. 海景房。第3种类型的房产就是海景房。在前几年的发展当中，很多人对于这些海景房还是比较痴迷的，毕竟这些海景房建设在海岸沿线，窗外景观是相当的美丽。然而很多当时购买海景房的人现在都后悔了，因为这些房产确实不适宜我们长期居住。这些海景房建设在海岸沿线，如果短期居住，我们可能会觉得环境相当的舒适，可在长期居住之下，就会出现相应的审美疲劳。而且由于靠海较近的原因，居民的生活环境相当的潮湿，长期居住之下就会加重体内的湿气，致使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除此之外，本身这些海景房靠海，经常会受到海风的侵蚀，房体结构也会因此而受到影响。但是想要进行维修和保养，其实成本还是相当之高的。最为主要的一点是，不少海景房由于建设在海岸沿线周边，其实并没有太过于完善的商业配套设施，这也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由于这些因素的影响，现在很多人也不愿意再去购买海景房了。4. 公寓住房。最后一种类型的房产就是公寓住房了。这种类型的房产其实更为适合那些单身的年轻打工人群，毕竟这些房产的面积更小，销售价格更低，而且还存在着一定的投资价值。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公寓房的投资价值也仅仅只是限于房产的总体市场销售价格较低而已。可是现在房地产市场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有不少城市的房价也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下降，这也就是说，公寓房的优势已然不在。再加上公寓房确实也具有着诸多的缺点，首先一方面就是这些公寓房的隔音效果较差，可能会影响到自己的生活隐私。其次，公寓住房的面积较小，长期居住之下可能也会倍感压抑。如果仅仅只是一个人居住尚且可以接受，但是拖家带口也许就相当的麻烦了。除此之外，大多数公寓房的产权期限可能要比那些一般的商品房更短，想要出手其实也相当的困难，更不要说在买卖交易的时候还涉及到了超高的税费。然而这还不是全部，最为主要的一点是公寓住房的水电计价大多为商业计价模式，长期居住之下自然会涉及高额的生活成本，这一点也是让很多购房者难以接受。由于房地产市场的环境变化，如今公寓住房的优势不在，但是缺点众多，想必那些拥有公寓住房的人群现在都很难出手，更不要说5年之后了。结语，现在我国房地产市场已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伴随着相关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以及市场环境的不断发展，未来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可能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房产价格的进一步下调。在如此的变化当中，有4类房产的降价幅度可能要比其他类型的房产更大，
这4类房产分别就是海景房、老旧小区的房产、公寓住房以及高层住房。现在很多手中拥有这些房产的知情人士已经在进行抛售了。如果手中拥有这些房产，还是应当尽快的出手，不然等到5年之后，这些房产可能会面临销售价格大幅下降、出手困难的问题。